对真心实意追随自己的人，叶晨从不吝啬。当初万破军带领万龙殿众将士杀上叶灵山，如此深仇大恨，叶晨也能在他自断经脉之后为他修复，甚至助他一步跨入明镜大圆满，而后更是助他直接踏入暗境。如今邱志远诚心归顺且毫无保留，自己自然也要助他一臂之力。更何况邱志远现在明镜大圆满已经30年，如果这个时候能帮他实现突破的话，对他来说绝对是一生最大的恩情。所以叶晨便打算趁着这个机会来成人之美。此刻的邱志远内心深处依然感激涕零，听到叶晨说服下药就能够突破至暗境，他整个人甚至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他用站立的双手哆哆嗦嗦地将叶晨赐予的丹药接过，随后整个人伏在地上，叩首道：叶先生大恩大德，属下永生难忘。叶晨淡然道：快把药服下吧，万龙殿也确实需要更多的暗境高手了。邱志远重重点了点头，随后看了一眼手中的2颗丹药，不假思索地便将这2颗丹药放入口中。紧接着邱志远便经历了人生中最为神奇的一刻，2颗实实在在的丹药在入口的那一刻却忽然间化作了一股精纯的能量，霎时间涌入自己的丹田之中。而此时邱志远的丹田哪能想到会有一股如此强大的能量猛然涌入，这种感觉就好像上游忽然溃坝，巨量的洪水轰然涌入下游一个小小的水库，如此强大的能量哪是区区一个小水库所能承载的。于是那股能量迅速将丹田灌满之后，便开始从丹田开始向着他的奇经八脉猛冲。他本就是明镜大圆满，8条经脉已然打通，不过畅通程度却各有不同，条件最好的经脉也只是通了7成而已。可这股力量汹涌澎湃，霸道无比，直接将他的经脉冲击得更加畅通无阻。邱志远心中大惊又大喜，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万破军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突破。有这种神药，突破至暗境简直易如反掌。这时邱志远耳边响起叶晨的声音：抓紧引导和吸收这股药力，切莫浪费。邱志远一听这话，立刻投入12分的精力，全力引导着澎湃的药力在自己的经脉之中不断起着作用。10分钟之后，邱志远终于将那澎湃的力量逐渐吸收，而这个时候他才终于发现自己的丹田以及奇经八脉，甚至全身的肌肉骨骼都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甚至自己对自身体内丹田与经脉的把控程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以前他像是一个视力很差的残障人士，对自身体内的状态只能看个朦朦胧胧，可现在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新长出了一双健康的眼睛，对自己体内的情况简直一目了然。这种全方位的提升令他惊叹之余，更是激动到泪流满面。他不由在心中暗忖，原来这就是暗境的感觉，一切都变得更强了，也变得更加清晰了。与之前相比，简直就是质的提升。若是不入暗境的门，一辈子也无法体会到如此奇妙的感觉。我等了30年，如今一切都值了。想到这里，邱志远睁开眼睛，泪光朦胧中，他看到叶晨的脸，再次俯身叩首，激动哽咽道：叶先生，谢谢您赐予属下的机缘，属下终于突破至暗境了。叶晨微微一笑，认真道：暗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往后的路比你之前走过的这几10年还要更艰辛也更遥远。若是能在100岁之前步入暗境大圆满，那活到140-150岁便不再是奢望，如此一来就有机会迈入化境。若是能赶在150岁之前进入化境，或许寿命还能再延长10年。说到这里，叶晨忽然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道：不过活得越久，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多。普通人尚且能在60岁退休颐养天年，但武道人士若是追求修为，怕是160岁时也依旧要拼命修炼，一辈子不得轻松。往后这漫漫长路，
你和破军都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一股劲100年不能松懈，这绝对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苦。邱志远恭敬地说道：“叶先生放心，属下自踏入武道之门的那天起，便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武道一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晨轻轻点了点头，淡然道：“从今日起，好好教授这些死士与萧齐卫，将来与破亲会必有一战，有多大的几率活下来，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你能把他们教到怎样的高度了。”邱志远毕恭毕敬地说：“属下明白，请叶先生放心，自今日起，属下自当全心全意教授他们，不做任何保留。”叶晨微微舒了口气，开口道：“行了，你去将原本那个节度使带进来吧，好歹也是个暗境高手，不能浪费。”属下遵命。邱志远很快便将那个已经被叶晨彻底控制的节度使从外面带了进来。此人的修为虽然已是暗境2重天，但此时依然成了叶晨的一个傀儡。那人进来之后，便毕恭毕敬地站在叶晨面前，仿佛机器人待机等待命令一般。叶晨看着他，饶有兴致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立刻恭敬地说道：“回先生，在下名叫倪振宇。”叶晨又问：“你是怎么坐上这个节度使的？”倪振宇回答道：“属下乃虎贲营出身，自虎贲营出来之后，先在各个大洲游历，随后才被分配至此担任节度使。”叶晨好奇地问他：“破亲会管理这么严格，怎么会让你到处游历？”倪振宇忙道：“回先生，游历是每一个从虎贲营出来的人必经的过程，组织让我们到处游历，就是为了让我们寻找发掘一些在武道上有天赋的人，说服其加入破亲会。”叶晨冷笑一声：“原来是到处拉人头，看来破亲会很缺人啊。”是。倪振宇点头说道：“这几年虎贲营成员越来越少，有潜力迈入暗境的武道天才也越来越少，所以组织才让我们到处游历寻找合适的人才。”叶晨点了点头，指着邱志远命令道：“倪振宇，从今日起，我要你寸步不离这座铜矿，时刻听从他的指示，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有人要对他不利，你要第一时间拼命替他抵挡，哪怕死也无所畏惧，听明白了吗？”倪振宇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听明白了。”叶晨微微点头，对邱志远说：“此人的实力已经达到暗境2重天，留在你身边给你做个帮手。”邱志远忙道：“叶先生，破军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修为水平甚至还在我师徒2人之上，不如让他留在破军身边，为万龙殿效力吧。”叶晨摆了摆手，淡淡道：“万龙殿与你处境不同，万龙殿在中东已经成了地头蛇，就算是破亲会也要掂量掂量，但你们这里不同，杀鸡死伏，万一破亲会换个实力比段立业还强的特使，你们2个暗境高手，胜算也大一些，还是留他在你们这里吧。”邱志远闻言也不再坚持，拱手说道：“属下谨遵先生安排。”上午10点，身为特使的段立业与他的男宠一起被车队送到了码头。由于铜矿内部的成员依旧需要隐秘身份，所以正常送行的环节，节度使等人都不会下车，所以邱志远此时也没有从车上下来。他目送段立业和他的男宠下了车，看着2人迈步走上了货轮。货轮上的卫兵以及船员们见到段立业都非常恭敬地向其鞠躬，一脸尊崇地喊着：“特使大人好。”不过段立业鲜有回应，最多也就是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与男宠一起进到房间之后，船长来到门外敲了敲门，恭敬说道：“特使大人，我们的货已经装完了，您看是否出港？”此时的段立业已经触发了叶晨在他内心深处留下的强暗示，他只知道铜矿一切如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自己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次送药以及现场审查的任务，这一次例行任务已经圆满结束。于是他便淡淡说道：“既然货都装好了，那就直接出发吧。”好，船长应了一声，连忙道：“那属下这就安排起航。”在港口停泊了1夜的货轮
终于开始起航离开。段立业以及他的男宠此时的都已经完全忘记了在铜矿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叶晨这种带有技巧性与触发条件的心理暗示，最大限度确保了段立业在这种时候看起来与平时一般无二。当霍雷消失在海平面的时候，叶晨也准备与万破军一起启程返回黎巴嫩。驻地的相关事务已经安排妥当，以后这个驻地将由万破军的师尊邱志远以及骁骑卫李念宗死士萨九龄共同管理，而他们的共同上级则是万破军。万破军给他们留了线上联系的方式，要求邱志远每日召集李念宗和萨九龄一起向他做一次例行汇报。待一切安排妥当，叶晨便与万破军一起踏上了返回黎巴嫩的快艇。开船之后，叶晨对万破军说道：“破军，稍后抵达黎巴嫩，我就直接飞回美国了，这里的事情你多留心。”万破军不假思索地说道：“叶先生放心，属下不会让这里出任何纰漏。”好，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口道：“回去之后，让万龙殿6星战将以上的弟兄们全力以赴闭关修炼，务必将各自的根基打牢。”说着，叶晨又道：“今年之内，万龙殿的暗境高手必须超过5人，眼下除了你和你师尊之外，还差3人。你告诉他们，这3人我会从他们中挑选资质最好、根基最稳、修炼最为刻苦的3个，帮助他们突破至暗境。谁最努力，谁就有可能成为这3人之一。”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